这个越南总理范明正，前一些日子不是刚好普丁到越南这边来嘛，然后美国马上要跟越南这边来做沟通啊，好好的聊一聊啊，结果没想到一个转身，人家越南总理范明正来到了中国。当然，他这一次呢来到中国访问很重要一点，他也是去大连这边参加了一个夏季达沃斯经济论坛，那见到了习近平。两方呢，其实一拍即合，讲的是中越命运共同体，讲的都是建设啦，要现代化，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那我们彼此来合作。而同一时间呢，越南总理范明正也特别讲到说，我们不会被外界的挑拨离间还有干扰所迫害。其实啦，现在越南确实在很多事情的建设发展上面，他们希望中方这边能够跟他们有所合作。好，这里面就包含了一带一路啦，双方都希望能够提升一下互通有无的水准，那也希望中方这边有企业愿意来越南投资的话，大力欢迎。主要呢是高铁项目，在铁路设计啊，还有建设技术转让方面，确实他们是需要中方这边来协助的。希望有没有人能够一起来帮忙他们来做开发？好，因为2030年之前，他们希望能够做好2条高速铁路，一条呢可以直接连接首都这边，然后一直到中越边境；那另一条呢，则是希望来直接到北部的沿海城市。就是往外走嘛，让他们的东西能够出得去。好，英国媒体他们是这样看竹子外交的，越南一直强调他们是竹子外交。那英国媒体讲啦，说其实呢，过去他们是一直有积极的在保持中立。Financial Times 呢特别提到了，说你看嘛。美国、俄罗斯、中国，它在这个很复杂的格局里面，它还是不会把美国都排斥在外，它还是一直在寻求一个平衡。好，但是某些层面来讲，当时拜登来到越南，结果后来发现他的承诺都没有来的时候，越南是不是心里头也会有些底呢？毕竟现在啦，美中很明显的彼此在赌的就是科技战了。美国现在说有可能会再进一步的禁止企业投资大陆的科技业。习近平呢前几天的讲话就是，那我们就加大研发吧，自己把命脉给掌握下来，讲了6项的领域，说这一些呢我们要来做科技强国。李强则直接讲了，大陆电动车一直在讲我们的崛起是什么？是靠补助？没有，我们是靠拼出来的。他认为啦，这个产能过剩呢，一切都是乱说的。他觉得他们是因为现在那个势头刚刚好跟上了，而且呢，也对于气候变化是跟上了这个势头，还有世界通膨压力等等等，让他们能够把大陆电动车给做起来。而且他们今年确实量又在增加了，冲到1000万辆，甚至还直接跟他们业者讲说，去欧洲投资吧，我们一起来拓展全球版图吧。好，目前呢，大陆电动车的销量现在占欧洲这边呢，基本上是已经又进到了一个新的领域，5台车可能有1台就是中国制的。也因为这样，所以你会看到欧洲这边对于电动车有所反制，只是这里面德国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前一阵子经济部长才刚刚来到中国，现在交通部长又来了，讲的是什么？是我们能不能够用谈判来取代关税呢？关税是破坏性的做法嘛，大家就是把饼做大嘛。那欧盟现在呢，他们要制定一个公平的规则，但是我们希望是不是透过对话来加强竞争，我们不要把大家都封起来，这样大家都不好做事。好，可是彭博社的讲法是说呢，现在呢是轻微调整。因为确实啦，有很多人认为他们受到了中国企业的影响，所以必须要轻微调整。那基本上啊，就像是电动车，它额外的税率呢，会从38.1%微微的调降到37.6%。吉利也是大陆这边的电动车，则是会从20%微微调降到19.9%。希望释出的是一点点让你感受到的善意，但这个善意到底中方接不接受？因为他们也已经有所回应，讲的就是说，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把他们的西班牙的猪肉啊等等也禁了呢？回过头来要请教的是，这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哈？原因是因为习近平现在呢，他也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那彼此之间其实还蛮有共识的。我们看到范明正在一个这么重要的地方、这么重要的场合，然后他竟然公开的就直接说我们不会受到这个外界的挑拨离间和干扰破坏
这个中越之间的关系。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他指的是谁？大家心知肚明，就是美国。那也就是说，不点名的直接指明美国，他就是要想方设法要挑拨离间中越的关系，要干扰破坏中越的关系，这个就直接给美国打脸了，而且打得很难看。虽然没有点名，可是全世界都知道，这范明正就在一个这么重要的会场、这么重要的地方，公开的就直接点名了，说美国人要挑拨我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我们不会上当，我也不会接受。可是拜登才带一大堆团，还带着一堆 CEO 跑到这个越南去，说我要加码在你这边投资，然后呢，我要让你成为友善外包的最主要的国家，我要让你取代中国大陆，然后呢，我要让你成为半导体的研究中心、发展中心，成为整个这个东盟的国家最富有、最有强力的一个国家。结果讲完了以后，这个普丁到了越南去了。美国气急败坏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搞？”然后呢，结果范明正自己跑到北京来了。然后这个时候，你美国，我不知道美国坎贝尔又讲一些什么样低智能的话哈。例如说叫大家不要叫中国大陆不要去美国学理工、学科学，只要学人文啊。这个讲这么低智能的话，但是不管如何，但是。我们看到越南为什么要在公开的场合、公开的地方这么敏感的地方，让全世界都听到说我直接骂美国，就是在中国大陆面前，在全世界面前骂美国给中国大陆看嘛？为什么？因为对于越南来说的话，他要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就是美国给他开的空头支票一直没有兑现，那他等不及了。你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去年？拜登把这些东盟的国家都请到华盛顿，请他们吃饭、拍拍照、照全家福。可是当时越南他们的总理他就故意把记者找来，然后就直接在美国的地方，在媒体面前就直接骂美国人，说把我们当乞丐啊，拿那么一点小钱要塞我们的嘴巴，然后以为我们是这么好养啊，然后呢拉拉杂杂讲一堆不着边际的东西，意思也就是说你拜登满脑子糊涂，根本讲不出重点。你看在美国的地方羞辱美国，结果拜登还带了一堆代表团跑到越南去，要去讨好越南。然后呢，越南现在又跑到中国大陆去羞辱美国，而美国还要去巴结越南，为什么？因为越南就是按照《金融时报》所讲的，他搞这个竹子外交，他跟大陆也好，跟俄罗斯也好，他都维持一个等距的关系。然后呢，他三边都要拿到好处，那也就是对于他来讲，他的高铁最重要，基础建设最重要，电最重要，没有这些越南什么发展都不可能。那他现在跟中国大陆希望已经开口了很多次了，而且还说我们最支持你加入 CPTPP， 所以呢，这个高铁请给我。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对越南这样子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弯来弯去，弯来弯去。可是我们中国人对竹子的态度不一样，跟越南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对竹子的态度是讲气节，一节一节。因为里面有气有节，所以我们中国人爱竹子，是因为讲气节。越南人爱竹子原来是善变，风吹两边倒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大陆对于越南还是兄弟，可是并不可信任的兄弟。这样的情形下的时候，你会看到，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习近平或是大陆有开口说愿意帮越南把高铁建起来。那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事情，他们大陆比较谨慎，而且还要再观察，那就是变成是你想打中国牌，想打美国牌，但是大陆把它反过来，那也就是看你的表现，再看看这条线能拉多长，合作能走多远。是。另外，德国急了，德国慌了，德国着急了，原因很简单，欧盟的关税绝对会引爆中欧的关税战。我估计，如果7月2号，美国欧盟还是通过了，开始执行这个临时关税的话，中国可能马上就会祭出这个反制的功能。那么现在欧洲有很多的国家，因为很明显的知道这股力量来得凶猛，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德国冲击会最大，所以我觉得德国非常的着急。请教一下倩姐怎么样来看？刚才讲的就是说，
我其实觉得非常感动啊，因为你看到了亚洲的很多的国家呢，在选择自己的未来。如果你从头看的话，最近明确表态的一个是泰国，阿SEAN第2大的经济体，一个是马来西亚第6大的经济体。现在越南本来是有很多选择，所以他们表态特别的慢。原来包括越南跟印尼，他们在做高铁选择的时候，都曾经考虑过日本啊。是。那印度也曾经考虑过日本，但是他们现在反过来看到那些成功案例，譬如说亚湾高铁、中老铁路，看到那个中国大陆的科技能力和它的基建能力，能够克服非常困难的这一种地理环境，所以他们现在可以看到谁可以提供他们最快达到梦想的可能性这不是光是说政府的政策怎么样。刚才廖老师讲了，拜登来说你们要做友岸外包，拜登所讲的话要经过他的企业愿意去下单，是，然后他下单的对象愿意把他的工厂或者他的生产基地转到了越南，然后最后所产出来的产品符合他下单者的需求的时候，他最后这条龙才能打通。那台湾过去在李登辉时代的南向政策，和后来我们希望把整个产业的依存度能够分散的那些政策，到最后都是企业这边过不了所以美国的拜登讲的话呢，是要经过企业主成千上万的企业主，如果说少数的产业的话，就也有那个上游、中游、下游的企业主，最后才能够实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像 RCEP， 它中间的 ASEAN 跟中国、韩国、日本的这个东北亚的关系呢，它已经是自然发生的关系了。它已经有这么绵密的关系以后，想要能够把游戏规则建立得更完善，彼此的合作机制做得更好，那自然是会对这些已经有关系的国家是有利的一件事。所以不是由上而下，从规则先往下走，因为美国最常说rule-based order， 就是你要符应我的规则的秩序。可是现在呢，是很多地方他们从关系先，然后慢慢的去重新去把秩序建立起来。你也可以看到亚洲的领袖开始不吝于表态了。刚才讲的越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范明正到中国大陆去的 Davos， 你看看 Davos 讲什么？夏季达沃斯本来就是属于领军人才讨论前沿问题的。那今年除了像 AI 人才培育这些大的结构以外呢，有3个很大的重点是非常积极而且非常直接实打实的新经济，就是新型的经济方式、新的产业前沿，以及气候、自然跟环境变化中间的互动的关系。那我们把它翻译成这个可以看到的实体的产业的话，就是包含了现在大陆发展的新质生产力，里面用创新所做的这些经济以外呢，还有各种的新的数字平台，都是新经济。在新的产业前沿里面有很多高科技的研发，包含 Deep Space 深空，嫦娥6号刚刚回来，所以你有这些新的科技前沿的研发。今天如果你是个越南的总理也好，总统也好，你想要到月球去，你能够靠谁？你可能要靠美国同意你，或者是中国同意你。而美国现在并不是那么友善的一个国家，可是中国大陆已经开放了，让其他的有这些梦想的国家可以去。所以新经济、新的产业前沿以及新的自然能源环境，这就更不要讲了。像新能源车啊、新的绿能转换啊，都是在中国大陆已经代表人类突飞猛进的。所以如果越南的领导人他想要进入这个新世界的话，谁是他最好的朋友，其实一下就可以算得出来。所以他要在俄国、中国大陆跟美国中间所谓的摇摆中间，他其实选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什么是跟俄国最有关，什么跟中国最有关，什么跟美国最有关，而我认为跟民生、跟经济、跟未来发展最有关系的这2点，全部都是跟中国最有关。就是刚刚呢，2位前辈都有讲到在风中在摇的时候，他们那个竹子是非常坚挺的、很牢固的，这是他们的竹子外交很坚韧这样子。请教司令怎么样来看？这个越南它这个除了竹子外交之外，我认为越南它的可能考量到中国大陆在高铁这一上面的技术上的成熟，因为越南的国土的面积是33万平方公里，大概9个台湾大，但是它很狭长。越南它是个 S 型嘛，你像它南北整个距离是1650公里，所以它是扁扁的非常长，那就要高铁。那中国目前中国大陆现在高铁是43700公里，它建了8横8纵，那这样的话它是技术上相当成熟。你看它在去年
2023年10月，雅万高铁从印尼的雅加达到印尼的万隆，这个它长度虽然不长，只有140公里，但它的车程由3个小时变成40分钟，缩短了。所以去年营运到现在为止，包含印尼的当时的总统佐科威，认为还蛮成功的。那现在越南他也会看了。同时，中国大陆帮匈牙利到塞尔维亚，匈牙利的首都是布达佩斯，塞尔维亚的首都是我们讲的贝尔格勒。这两个的距离啊，这两个的距离也是大概那个他也要坐高铁。这两个的在2025年，这个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到贝尔格勒，它的最高时速就200公里，很短，它是200公里而已。但是问题是很快，去年建，明年通车，是这个样。那换句话说，那个中国大陆这个可能在高铁技术上的突破，还有它模组化，所以它很快就可以完工了。那现在越南走这方面呢，也做这方面的这种策略，也希望能够引进中国大陆的高铁，增加它的这种。我们知道交通到哪里，经济繁荣到什么地方，这是很清楚的。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中国大陆的这个电动车。中国大陆当然西方国家呢，不管是欧洲也好，美国也好，都会说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能过剩。但我认为中国大陆产能过剩，我认为不是，而是因为经济报酬规模出来了。你一做到量产呢，成本就降低了，成本一低，竞争力就高了嘛。很多事情都是我们讲的比较利益法则，因为中国大陆产的多之后就便宜竞争力就强了，那别人没办法挡。它有第一个优势就是说锂电池大家知道中国大陆这锂电池是非常成熟的。第二个优势，中国大陆的人力成本非常低，人力成本低的话，它整个成本一低之后，它的竞争力就强了。所以西方国家不管德国也好，甚至我们看看美国都要给那个电动车给中国上那么高的关税来做一个贸易壁垒。但是我是认为，你贸易壁垒就违反自由贸易，违反自由贸易，中国大陆它也有相当的筹码。你对我这边加关税，我对你的产品加关税，这样的话大家都受害，变成这个状况。所以我要认为，整个电动车的市场，短期内这个西方国家可能对中国大陆是会有一些这个阻挡，但整个长期来看，中国大陆竞争优势会把这些都给破除掉。是，其实呢，在现在跟中方这边，可能跟经贸战，或者是这贸易战、关税战，你会想到哪个国家？美国。美国今年11月要选总统，好，明天他们在台北时间上午的时候，美国时间星期四的晚上要进行第一场的辩论了。以往呢不会这么早，今年特别的早，但是呢，大家都在讲，会不会是因为他们都想要重塑一下战局？现在最新的战况是什么？是川普呢说在辩论前一天最新民调它是有48%的，而拜登呢是42%，是《纽约时报》跟谢纳学院所做出来的最新民调。川普看起来是目前还在赢面上，拜登呢其实一直希望能够把它重塑回来。彼此明天的这个辩论重点很有可能锁定在一个东西，就是经济还是经济，因为现在经济真的不好嘛。16个经济学家他们出来讲了，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他们怕通膨会重演。好，最主要的原因啦，还是因为现在呢美国的通膨高，而他们预期如果川普当选之后，很有可能会再跟中方有更严重的一个贸易上面的对垒，那就可能会让通膨更加严重。好，可是呢，川普其实也打这个，他说他现在连培根都吃不起了。彼此之间在民生战上面持续的在攻击对方，而另一个部分则是外交，因为真的战场在这边持续进行。而乌战一个最新的画面直接带您来看了，说呢乌克兰用美国的飞弹直接呢攻击俄罗斯的海滩，而且是用极速弹，好，极速弹的爆炸威力是非常强的。所以呢你看看在海面上有一个密集的水柱，那个都是极速弹的一个攻击。好，因为呢当时海滩上还有非常多的民众，甚至传出有4个人因此而死亡，上百人受伤。现在呢其实俄罗斯呢是对于美方的武器的介入，他们非常的不谅解了。现在说他们的核战力的舰机呢，也罕见的来到挪威海这边，重点就是要对于俄罗斯产生威慑作用。北韩呢，现在则说了，因为他们不是刚跟俄罗斯签了一个同盟吗？好啦，他们现在要派乌克兰来援俄罗斯，美国就讲了，你到前线去，小心啊，你会不会变成炮灰？双方其实持续在打，但问题是欧盟现在呢是希望跟乌克兰来签署一个安全协议，最主要就是哪些层面我现在还能帮助你。
除了供应武器之外，我们现在也可以来帮你做重建啊，或者是说军事训练啊、扫雷啊等等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白俄。好，白俄罗斯呢先前一直说他们站得比较外面一点点，欧盟觉得没有哦，你现在也是在整个游戏局当中你参战了，所以呢，他现在呢就同意对白俄罗斯这边来制裁，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大漏洞。到底呢，你这个武器这边有没有呢，或者是根本就没有来规避这些对于俄罗斯的一些经济上面的制裁？那另一个层面则是中方了。其实欧美有智库就开始在讲啦，你想要把中方跟俄罗斯分化下来，他觉得根本就没有用，所以呢，既然跟他没有这样分化没用，那你干脆就把它也定为你的欧洲安全威胁。但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到底是行得通还是行不通？你想要把他们两个给分化，还是你根本就是加速让他们两个撒奏堆？原因是因为现在在俄罗斯是有27%的人已经开始美元不拿，那是因为俄罗斯现在有很多人的钱就被美国扣住了嘛，那他们现在转向哪里？转向的是人民币。他们觉得啦，与其呢存其他的外币，不如存人民币。有1/3的人把人民币当作储蓄的手段了。而现在欧盟怎么样来看这一场战争呢？乌克兰其实呢也一直强调说，希望中方能够一起来加入，但是冯德莱恩现在确定应该就会继续连任了，那还有可能会照着这样子的一个路子来走吗？还是说这个对中方比较鹰派这样子的一个立场还是存在呢？目前欧盟主席冯德莱恩连任是让匈牙利的奥班不太开心，意大利的梅诺尼呢其实也认为这没有反映他们的意见，那他的连任之路会如此的顺遂吗？匈牙利毕竟啦，习近平刚开始上一次去俄罗斯的时候，去欧洲的时候，不是最后一站就是去匈牙利吗？彼此之间也是铁得很。好啦，王毅还特别的跟匈牙利的外长讲，你下半年接这个轮值主席，希望啦我们彼此之间是重要的伙伴，现代化的重要伙伴，彼此是不是要有自主的战略立场，不要被别人牵着走呢？回过头想要请教倩姐，你怎么样来看了？好，最主要就是明天的这一场辩论，很多人认为会左右选举，也有人觉得啦，其实可能影响不会那么大，您怎么看？最近如果你看 CNN， 他已经为这个辩论呢做了很久很久的广告了，因为现在的2个候选人几乎都没有跟选民做出非常明确的政策宣示，是，所以这一场选举应该是，当然刚刚叶颖讲它是提前的，平常都是在很晚，但是这一次恰恰是因为政策都不清楚的情况之下呢，变成第一次你有机会去对比这2个候选人。在此之前，他们所做的都是仇恨动员，就是我这一党的人觉得那一党的很烂，这一党的人觉得他们很烂，并且他们还做了司法动员。一边对了川普有他自己的司法官司，另外一边立刻就动了拜登的儿子跟拜登本人。所以说，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我放在引号里面的民主典范，在上一次的选举跟这一次的选举有很多呢是一个负面的示范，它完全没有典范效果，不符合民主里面选贤与能是基于对于2个候选人他的主要政见、他的政党、他的个人的熟悉，而在2个中间选最好的，这是他原来的理想的形式。目前呢，在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里面，应该是完全背道而驰，跟他相反。也因此，这一次的辩论变成大家认为很重要，并且大家认为他可能是唯一，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唯一的一次辩论，因为假如说2边谈崩了以后，下一次的辩论就可以从你先讲，我先讲，谁在哪里开始呢？一直谈不清楚啊，也有可能。所以至少这是第一次美国的选民有机会。我觉得美国的选民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而且值得观察的现象，因为很久以来很少有这么泾渭分明、彼此仇恨的选民结构。那你在每一个州，你做越小范围的这个民调，你就发现彼此仇恨的情况就越严重。到了大的集体程度的时候，还有一定程度的DKNA， 我们叫做这个不表态或者是不知道的人，可是越基层的人呢，彼此的冲突就越大。所以美国的这一种民主是不是走到了民粹的困境，今年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在乎美国去观察这个，是因为美国的领导人他因为仍旧站在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最有权力的一个国家的最高的位置，他有可能会影响我们所有人的身家性命，所以我们必须要理解谁进来。那现在
在你看到的，你可以看到，其他的国家在自己做自己的选择，像叶莹最后讲的，俄国人去做人民币的选择。那今天如果你是一个俄国人，美元不准我用，美元可能将来我们的银行都不能进入美国的支付。那如果我手中有人民币，我可以用物物交换，我可以用人民币交换，我可以在中国的包含现在东北啊，或是其他地方换得我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或是我个人所需要的东西的话，所以对于个人或者是企业或者是国家，当然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你可以去贸易的对象。并且也是你可以借着它跟其他的国家贸易的对象。当你有了人民币，你可以在其他不接受卢布的地方跟他们交换其他的产品，所以变成了一种自然水流的挪动，会使得美元的霸权呢逐渐的恶化，不是因为中国大陆要做什么事，而是美国自己把自己的门关得那么紧，使得美元必须在它的境外，在它的这个大门之外呢，做出另外一种的环流，另外一种的流动。就是本来其实大家也都是拿美元的，但是现在呢，因为美元把门关起来了，那怎么办呢？我就只好选择其他的了。那这样子其实某些层面是不是也让美元的流通性、市场的占比会出现变化呢？我们先进广告。好，我们说即将进行的这个美国总统大选辩论，其实呢有一项也是一定会讨论的，就是外交，因为现在2场战争正在打。请教赖老师。经济学家16位美国的经济学家说，川普当选，通膨会重演，我比他存疑了。因为拜登又没有把关税跟中国大陆关税减免掉，也没有嘛，不但没有，还加关税，通膨也没解决。那你说川普上来了以后，他还要再加多少关税？那中国大陆现在跟美国的贸易额已经一直在减少，我倒觉得川普不可测的话，搞不好他一上来以后说不要关税了，就回到 WTO， 可能性还比较高的。我觉得可能性还比较高，因为谁知道他疯疯癫癫的但是我觉得这次乌克兰做了一件不应该做的事，就是用集束炸弹，这个是 ATACMS 这是美国做的。联合国基本上是反对集束炸弹，因为它会造成太大的杀伤面而这一次的集束炸弹却把平民百姓直接杀死了4个人，然后100多人受伤。对，它是从空中这样子撒下来，所以很多人当场就被打死，里面有2个小孩，当场被这个碎片就这样直接消死，这个很残忍那俄国已经到忍无可忍。俄国认为根本就是你美国人干的然后已经给美国下了最后通牒，后果自负。美国国防部长紧张了，马上打电话给这个俄国的国防部长，希望能够管控危机。那俄国的国防部长已经直接警告美国我觉得目前的情况难收因为俄国一定会报复。那问题就在于选择什么方法报复，这个对美国人来讲，他内心里面压力确实很大。也就是说，俄国他扬言他们会提供给美国的敌对者大杀伤性武器，那敌对者包括胡塞组织，甚至包括在俄国不列为恐怖主义而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的这些激进分子，那这个就麻烦了。那么也就是说，对于美国的使领馆，或是对美国的这个美国人在海外居住的社区进行这种攻击，那不得了。另外还有可能对于叙利亚或者是在伊拉克的美军的基地，那么进行攻击，也就是提供给这些民兵组织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个人觉得，美国目前来讲，它确实压力很大，因为它不知道俄国会怎么样的报复。不过我再补充一句，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有谈到一个问题，就是我记得在这节目中我谈到，就俄罗斯普丁旋风式到朝鲜去访问的时候，就已经有谈到一个跟朝鲜合作。当时我的判断是说，朝鲜很有可能派有生战力，就士兵进入乌克兰战争。现在看起来好像成真了，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讲的话，这是麻烦的事了。我们先进一下广告，等等回来呢，我们就要请司令来帮我们做总结。离大选的投票11月5号只剩下4个多月了，因为现在已经6月底了。然后目前的整个的民调来看的话，都是川普略胜。那个拜登想要挽回颓势，
势必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用整个曲线呢来看哦，那个对拜登来看是有点状况不妙。那现在乌克兰战争又在打，那乌克兰战争在打的话，想要这个往回颓势没有那么简单呢。我认为，如果这个乌克兰战争上能够扳回一城，那对拜登的整个形势来看的话，会稍微有点加分的作用，又可以跟川普拉平。但是目前来看，还看不出来这个迹象。那最重要是经济上的表现。那经济的表现，目前的通膨是3.3%，还是高了一点。而且这个3.3%呢，并不是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因为政治的操作让通膨压住了。那为什么不用经济政策？因为经济政策已经用完了，那只能靠政治手段了。那现在他们，尤其是中产阶级，尤其是白领阶级，还有一个蓝领阶级也是一样，他们对通膨的感受是最敏感的。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空军副司令张燕婷。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前新加坡霸凌亚太基金合伙人雷倩。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平安。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昨天这一位终于首秀，他是谁？海基会的副董事长兼秘书长罗文嘉。这场记者会你会发现跟赖清德上任之后的那个两岸基调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呢，赖清德上任之后，你很少听到他说大陆吧？现在罗文嘉讲的不是中国，而是大陆，用大陆称呼对岸。大家说不赶快哦，他说当然，因为尊重对方的感受嘛。那又问到说不是啊？那如果说双方之间有来有往的话，人家坚持9·2共识在对话，罗文嘉的讲法是啊，不是，我们就是因为不同，所以我们才要交流，相同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看起来真的都是很有礼节的。那后来呢，大家又在讲了，说那你怎么样看昨天这个赖主席讲的那22条什么惩台条例，90%民意在我后面。罗文嘉的讲法是，其实啦，人家对我们不具管辖权，我们就是小心为上。但是讲到了那个对岸是不是真的有人来盯梢我们的政论节目直播的时候，罗文嘉讲法不太一样咯。他说其实这个对于交流是没有正面作用的，这个当然不适合啊。但是到这个当下，我们其实呢刚刚也一直在问陆委会，说到底有没有，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那如果说呢已经有很多节目出来自清，又或者是已经有对岸这边的回应说就没有，那是不是就直接讲就没有这么一件事情，而不是在讲的好像是有这么一件事情的存在呢？其实现在两岸之间确实就是让大家感受到兵凶战危。您看看这个标题，说对岸来台42个共机舰是270度，哇！360度就只差最后一个象限，270度的围台。我们的飞弹部队呢说，警铃是从早响到晚，而且呢，现在又有人军方人员曾经是将军的于北辰将军啊，现在还是将军，但是他讲的这个话，我们就会想问，真的吗？将军的讲法是这样，他在有台上节目的时候说，夜航不容易，台湾四面环海，所以呢，我们的飞官很厉害，我们的飞官呢就是夜航出去，其实天黑啊，地黑啊，海还会有折射天空的这个导引等等，很难分清楚你到底现在往上升你是要去哪里。所以他先称赞了台湾的飞官很好，但是回过头来他说，你看老共的军机越台都是天亮，说对方呢不敢在天黑的时候飞，这是真的吗？您要知道，现在台海之间战事是一触即发，就是那样子的一个紧张感，让大家会想要来讨论这件事情。菲律宾的大使呢，驻美大使甚至还讲了，说如果真的打起来的话，哇，那他们可能会让美国来用菲律宾的基地来守护台湾。只是菲律宾的好意，白宫还真心领了。他的回应是不愿见到武力改变台海现状。有没有发现，白宫反而还比较小心？原因是因为现在在南海中非之间的争议，美国其实他也不希望真的打起来。来看这个画面吧，说中方现在呢截获了美国军机在南海投放的
潜艇探测器。好，就这个东西，他们说这个东西呢投进海里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来了解一下中共的潜舰的动向。那下面呢，到底他们是用什么样的电子讯号在作战等等等，希望能够搜集资料，这样被中方所发现，给它捞起来。而中非之间的南海冲突升温，美国虽然一再的重申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毕竟啦，他们双方彼此之间是有所谓的同盟协议的，所以防长 Austin 直接跟他讲说，我们还是对你坚若磐石，但是真的要来重整吗？真的要启用吗？美国现在是有些做一些准备，包括重整了帛琉、贝里流2战的老机场，甚至呢还派出他们陆战队的超级力士来这边降落，同时呢在战略位置上头，对于菲律宾的马尼拉只有1000英里，所以呢就认为它是可以及时的来前往支援，只是对岸也有所准备。一直以来呢都听到对岸他们在沙漠地带呢有做一些标靶，好，这一回呢说他们击毁的是福特号1:1的标靶，那美国媒体就说这显示的是他们反舰能力确实有所提升，而这样子的一个军事上面、军力上面的提升动态，美方其实是非常在意的。但是我们就想要请教一下倩姐，您怎么样来看了？如果说呢，中美之间有他们之间的往来，那我们跟对岸应该是我们两岸之间彼此的往来。但现在台湾的立场到底是什么？赖清德讲是那样讲，但是罗文嘉发现了他的首秀讲话的态度位置不太一样。在赖清德整个布局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所谓的国安团队呢，都是非常鹰派、很强硬的。但是当时他的布局里面就把海基会呢，包含了郑文灿跟罗维嘉作为比较软的这一个可能性。今天的两岸已经没有第一轨的交流了，所以第二轨的海基海协变得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是赖政府的哪一个部分，只要愿意开启一个比较和善、友好、有可能对话的局面的话，都是好的。但是如果是赖清德的国安团队，他们既不承认9·2共识，又坚持呢赖清德在520的讲话，就是两岸互不隶属，而且他讲的是两个国家互不隶属，只要他们坚持那种立场，绝对就不可能有对话的可能。所以我觉得今天的罗文嘉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态度的表达。虽然是二轨，但是在没有一轨的情况之下，二轨可能是我们唯一退而求其次的可能性。毕竟刚才燕颖也讲了，台海的情势非常的危急。作为两岸的人民，当然不希望我们立刻进入了风高浪急、兵凶战危或者是战云密布的状况。但是美国所做的动作这么多，刚才也特别讲了，我们刚刚讲的是在台湾的270度的包围，但是不要忘了这段时间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布局也是非常多的。所以中国大陆有很多的作为，不光是对台湾而已，它更是在针对的美国在太平洋的各种的布局，西太平洋的各种布局。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风浪之中，如果有任何一丝一毫可能展现善意的机会的话，我觉得对台湾的百姓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民进党的执政当局，尤其是他的国安团队，必须也不能再去扯罗文嘉或者是郑文灿的后腿。如果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左边说的是比较温和的言语，右边又开始做激烈的刺激性的主张两国互不隶属的这些方式的话呢，那么这个小小的机会之窗马上就会关掉。但是我们也想要请教一下这个张英廷司令哈，原因是您空军，您本家，我们想问一下，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那一段我是真的有从头到尾的看完，他是说我们的空军真的很厉害，台湾空军很棒，是可以上人家航空母舰来飞的啊，美国空军都没有我们这么厉害。但是他也有讲到说，老共军机越台都是天亮，因为晚上不能飞，是这样吗？一般来讲的话，我们空军在夜航上面每一个月15小时。大概有15架次，1个小时大概可以飞1架次，大概要有一个架次是夜航。那夜航我们平常夜航也飞不多，因为夜航能够做的科目很少。夜航你可不可以做俯冲对地轰炸？没有办法，晚上你看不到。然后在白天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在晚上的时候做夜航、做特技、做编队？理论上也没办法，因为你晚上的话，目视效果就会这样。你做编队特技试试看。根本没办法看嘛，所以晚上科目很少，飞的假期就会比较少。
那至于危不危险，我倒认为那是因为科目少了，而且大部分都是我们讲的都是平飞，一般来讲不平，因为已经不做一些立体科目了，晚上呢能见度比较差，是这个样子，所以做的科目，所以晚上就是飞的比较少，倒是跟那个什么这个陆地是黑的，天空是黑的这方面的影响所以共机真的晚上不敢飞吗？共机的话，它凌晨也来哦。它有飞大夜航哦，是有飞大夜航的、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这个媒体报道都有，它有飞大夜航过来啊。那我们是飞的比较少了。我们还有一个原因，除了科目能够做的少之外，还有一个我们做的少的是因为有环保时段，因为晚上都在休息了，你结果半夜凌晨2点到3点在那大夜航前，那个要起飞一定要推后燃器，一起飞的时候，旁边居民都在睡觉，你2点钟开一个这个大的那种。这个大马力一定是大马力起飞嘛，不可能就是一个小马力速度根本没有来，飞机根本没办法升空，没办法离地嘛，是这个样嘛。所以晚上我们也很少飞，我们原则上飞小夜航，小夜航就是晚上10点钟以前，晚上10点钟以后不要了，因为有些这些在机场周边的，他隔天还要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还要上课，你晚上让他睡得不好，他会抗议的。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明天要考试啊。这个样，所以我们也飞得非常少，所以1个月只飞1架次，保持夜航能力就可以了。那至于中国大陆，它晚上也有过来，所以一般来讲是跟晚上夜航什么的这个原因不是这个相关的因素，而是要考量到环保时段。中国大陆也是一样，中国大陆你看在机场的周边慢慢都开发起来了。你一起飞之后，因为不是起飞1架，是2架这样起飞，哇，那个声音很。那个大概都是100多分贝的，那个一般来讲啊，我们飞行员的习惯还可以在那个机场旁边睡觉，我们还可以继续睡，因为我们习惯了。但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受不了，这个以前的时候我们做夜航训练，哪怕是那个晚上的8点9点，现在是晚上8点9点，他认为不行，因为他的孩子在做功课，在那边做功课，你在那边吵，会这个样子，所以他也是会有这方面的限制。是。那我们现在另外来看了。美国的这个 P8A 的反潜侦察机在南海它丢那个声呐，是一般来讲，这个声呐反潜 P8A 的反潜侦察机上面可以装100个声呐，它就丢到海里面去。那我们可以看这一个声呐在500平方公里的状况丢一个你100个声呐可以丢5万平方公里，你就整个海域看得就很清楚。因为它下去之后，它最重要是对潜艇可能潜舰进出的航道丢声呐。然后针对它的声纹掌握它的动态，因为它会回报，它里面电池这个是不回收的，它现在丢下去不回收了，丢掉就丢掉了。它等到它电用完了，这个反正它也报废了，所以它这个是不回收的这个探海的声呐丢下去。那这个经常你看它这个丢为什么经常性的丢？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没有电就报废了，所以它不是说丢完之后可以有好久，没有。它每一阵子就要丢，所以经常看美国的 P8A 的反潜侦察机通过巴士海峡进入南海，绕了一圈之后又离开了，是这样。我怎么又过一阵子，过了这个2个礼拜又来了一次，它可能又要因为原来的声呐已经报销，没有电了，已经作废了，类似这个样子。所以美国的这个军机在南海这方面的，尤其中共的南海舰队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海南三亚那个地方经常有潜舰进出。那美国要掌握它水下的动态，出去了多少艘，然后它的潜舰的航路、水下航路的状况是怎么样？可能他在收集这个相关的大数据，久了之后就中整出来，中共可能进出的航道有哪些，然后有哪些潜舰，因为每一种潜舰都有它的声纹，核动力潜舰还有传统动力的潜舰，它的声纹都是不一样的，它可以做归纳，然后把这些大数据变成它的一个资料库，将来可以做。一种战场运用，跟他参考使用。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怎么样来看呢？我谈一下罗文嘉了，是因为我觉得两岸的关系最敏感的地方，其实就在9·2共识跟台独的问题啊。那其实有决策权的就是国安团队嘛，就是赖清德跟他的几个国安团队，他们才是真正有决策权。海基他们是2轨，但是他们没有决策权。白手套做缓和用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如果有决策权的国安团队不表态，那你2轨表态，它的帮助不大我想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还是要等赖清德他们正式表态，说我不再搞台独了，我要修改台独党纲，我要回到9·2共识，所以呢，我要把课纲修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欢迎。
所以罗文嘉你应该要先去促成赖清德的国安团队，说我们不要再搞台独了，我们把民进党的台独党纲修掉了，我们回到9·2共识，这样让我跟郑文灿比较好做事嘛。你不修，我跟郑文灿讲了半天也白搭。因为这是最敏感的东西，这么敏感的东西，你一天到晚在喊台独，然后又要我去当白手套，那人家不会理我的。那你的根本的问题不解决，那我在那边演了半天戏，也赔笑脸没有用嘛。所以麻烦你那个赖老先生啊，这个你把不是，他比我小哈，这个赖小弟您就把这个台独党纲把它修掉了吧我想这个应该做的事。还有一个我不同意、不谅解，而且也不接受。既然已经指明了有电视台，有节目，那就有主持人嘛，然后还有新华社的记者，点名嘛，公开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所以我觉得那些媒体大拉拉的写那么大的文章，你就直接说在台湾什么时候哪一个电视台。然后在做什么节目，主持人是谁，新华社的记者是谁，都是有名有姓嘛。你没有那么见不得人嘛，你没有那么可以隐瞒的嘛，你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你没有污秽肮脏嘛，你就直接告诉大家说，今天就是新华社的谁谁谁，在哪一个电视台，在什么样的一个节目，主持人是谁，他做了什么节目，他就在场，我把照片拍下来，我录音录下来，我给你们看，那 OK 啊。但是问题就在于不明不白，见不得人，电视台也不敢说，主持人也不敢说，节目也不敢说，新华社记者也不敢说，什么都不敢说的情形下，写那么大一篇文章，然后大拉拉的来登，这个叫做什么？丢人现眼。为什么？内心里面空虚，内心里面说谎，内心里面焦虑不安，又怕被告，因为根本没这回事，又怕被告，所以一个大的报纸竟然去干这种丢脸人的事，完全违反新闻伦理，违反新闻道德。这个时候 NCC 不讲话了，了不起耶！好，我一想到，讲到这里，我也想到中天了。中天的新闻都是经过法院认证是为真，而 NCC 竟然把他的执照撤了。然后这个报纸这么大的一个报纸，这么样的，然后媒体然后呢大拉拉的登了，而 NCC 不吭一声。我觉得坦白说，如果民进党执政一直是这样子搞，真的是丢人现眼。最后一个，菲律宾的驻美的大使说谎话，为什么？因为菲律宾的法律禁止任何一个国家，也就是美国使用菲律宾的基地介入第三方的战争，这个菲律宾的法律写得很明白，所以这位大使公然说谎。